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10日星期五，佛历11月夏初3，万象晴，25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3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0基普，涨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57.51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3.28 基普，跌幅 0.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基普，涨幅 0.1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23.76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36.75 点，跌幅 2.7%， 开盘 1362.61 点，最高 1394.89 点，最低 1277.87 点，成交量36万8100股，成交金额3亿5743万3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5基普，交易量16万19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60基普，交易额2亿1795万5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32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8万基普，跌幅 0.64%。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2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继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于10月8日继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日，通伦西苏里主席率领老挝高级代表团前往锦绣山太阳宫敬献花篮，深切悼念并铭记金日成和金正日两位主席领导朝鲜人民救国、建设和发展国家的伟大功绩。代表团也赞扬了在金正恩总书记领导下朝鲜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随后，老挝代表团继续参观访问了多个重要机构，他们考察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参观了国防武器装备展览馆。最后，在万寿台创作社，代表团欣赏了精美独特的艺术手工艺品。2. 总理主持9月政府常务会议。总理宋塞西潘敦在10月9日主持召开了9月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中总结了9月工作和制定10月计划，报告国际和国内安全形势，评估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预算和货币计划的执行情况及2026年方向，总结评估解决经济金融困难和毒品问题2大国家议程的落实情况。此外，会议还将审议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危险货物运输以及无线电频率规划的草案，并讨论塔兰节、全国体运会和国庆50周年的筹备工作。总理在开幕致辞中强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2次台风造成的洪灾，各方必须密切关注，采取应对措施，并加强灾害预防。3. 老挝朝鲜友谊中学命名仪式在万象举行。10月9日，老挝朝鲜友谊协会联合朝鲜驻老挝大使馆在万象举行了老挝朝鲜友谊中学命名仪式。万象市长阿沙潘通西潘敦和朝鲜驻老挝大使李永哲等约300人出席。李永哲大使在报告中回顾了朝鲜在国家建设、国防现代化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强调了老朝两国间的传统友谊。阿沙潘通西潘敦市长正式宣布学校命名，并指出该校是老朝友谊与合作的象征，相信学校未来将发展成为一所全面的现代化学校。仪式在2国的艺术表演中圆满结束。4. 中央救灾委员会向占巴塞省捐赠资金和物资。总理宋塞西潘敦代表中央救灾委员会，于10月7日至8日在占巴塞省出席传统赛制会期间，
向该省捐赠了总值3亿5125万基普的资金和物资，以援助受灾民众。占巴塞省省长阿伦塞孙纳拉接受了捐赠。报告显示，占巴塞省受到连续2个台风影响严重，9个县市受灾，其中塞纳松本、阿通奔、波通、蒙拉帕莫4个县灾情较重。受灾最严重的塞纳松本县有3310人受灾。截至目前，省救灾委员会已提供超过4亿基普的援助。5. 教育体育部庆祝教师节和国家科学日。10月9日，教育体育部在老挝国立大学举行了第31个国家教师节和国家科学日庆祝活动，副总理吉乔凯坎皮吞出席。教育体育部部长通沙利芒诺梅指出，在国家建设时期，教育部门努力发展教育网络，提高教育普及率和质量。他赞扬了教师们在过去1年推进各级教育发展中表现出的辛勤与奉献。活动中，副总理吉乔凯坎皮吞向本马波提拉和昆维莱肯吉萨2位教授授予了人民教师称号。此外，部长向14位教师授予了副教授职称，并向20位有杰出贡献的教师颁发了优秀科学研究奖状。6. 万象瓦占斯塞周会尾声，老挝泰国明星献艺。10月8日晚，万象瓦占斯塞周会的初夏节庆祝活动迎来了最后一个夜晚，现场气氛热烈，特别是大量民众聚集观看演出，享受欢乐。当晚的音乐表演由老挝著名乐队北方之星乐队以及来自泰国的人气歌手孔华来献上，他们为前来参加节日的民众带来了欢乐和愉悦。7. 十字路口红绿灯故障，司机困惑呼吁立即抢修。10月9日，万象市出现了一处令人困惑的交通状况，在东巴兰路和农奔路的交汇处，交通信号灯发生故障，出现了红灯和绿灯同时亮起的异常情况。由于红绿灯信号相互矛盾，现场交通秩序陷入混乱，对过往车辆和行人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市民通过社交媒体紧急呼吁，恳请万象市相关负责部门立即前往该十字路口进行检查和维修，确保交通信号灯恢复正常运作。8. 琅勃拉邦女生脚踹共享电动自行车引争议。10月9日，琅勃拉邦省发生了一起不文明行为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讨论。根据流传的视频显示，一名身穿校服的女学生走到停在路边的绿色共享电动自行车旁，用脚将其猛力踹倒。该行为明显是出于泄愤或寻求一时乐趣而做出的。这起破坏共享单车设施的行为引发了老挝网民的褒贬不一的反应。批评者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该女学生的行为都是不文明的，属于损坏他人财产。这种行为有损老挝人民形象。有民众呼吁学生们不要为了好玩而做出不正确的行为。支持者则认为，这反映了共享电动自行车在琅勃拉邦古城带来的交通和秩序问题。此前，由于用户停靠不规范，导致这类共享单车多次被当地村民拖到角落，甚至被直接丢弃到河道中。女学生的行为可能正是这种长期不满情绪的爆发。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